各位变态，大家好，我是魔王。魔王在连续介绍了这么多款老游戏之后，就让我们将时光倒回到20年前。当时的游戏市场进入了所谓的次世代主机的竞争状态。Sony 微软在游戏市场的竞争激烈，而当年的 PS3 跟 Xbox 360才刚刚在 E3 的展览会场上发表了制作的讯息。于是游戏市场上的 PS2 正处于一个青黄不接的尴尬状态。但有在这个时候，一个被魔王认为是传说中的神作的游戏作品在 PS2 上发表了。这也是魔王这次要为大家介绍的游戏名作《汪达与巨像》。《汪达与巨像》是 ICO 小组在2005年10月18日在 PS2 上发行的独占游戏，制作人是上田文人。由于当年发行的时候已经是 PS2 的晚期了，但因为本作受到了相当高的评价，于是在本作发行了5年之后，2010年在 PS3 上又发行了 HD 重制版，后来又在2018年在 PS4 上重新发行了高清重制版。由于制作小组当年在 ICO 迷雾古城上获得的开发经验，还有玩家间的好评，于是开发小组原本想要将动作冒险游戏 ICO 的下一部作品借由同一个开发团队继续进行开发，于是本作最初的游戏名称就被称作 NICO， 意思也就是 Next ICO 的意思。本作其实跟 ICO 迷雾古城设定是在同一个世界观的同一个作品，而作品中散布着许多的元素，并且间接与直接的暗示了2部作品之间的联系。但是具体里面有什么关联性，就留给玩家们自行想象了。据开发者上田文人表示，本作在汪达的服装设计、天籁之音、影子的存在等相似的元素上都有共同的表现，但其实并没有具体的时间线的联系。但是可以确定的就是，这2部作品的舞台跟世界观都是同一个的。根据采访得知，在 PS2 的制作时期时，上田文人一开始是以非常大的手笔来策划了48个巨像的构思，但是因为制作周期等相关的因素并无法完全的契合，于是后来就减半成为24个，后来最后又减量到我们现在目前得知的16个巨像，这就是当时在开发的状况。本作的主舞台往昔大地之中，包括了原野、沙漠、丘陵、悬崖、草原、湖泊、山涧、古遗迹等等的剧情背景。它是一个具有奇幻诗意的世界观，还有具有非常独特的视觉表现方式。游戏中常常以对比的方式，使用了适当的环境声音，还有氛围的音乐，在全世界的玩家中都受到了高度的赞扬。毋庸置疑的是，上田文人创造的游戏想法，在很多游戏中都是前所未有的，并获得了广泛的好评。本作赢得了世界各地的许多游戏奖项，包括 Best Video Game Ever Made 等大赏。这部作品影响了非常多的游戏，实是一款名留游戏青史上的佳作。由于本作的成功，制作小组后续开始了续作《The Last Guardian》的后续开发工作。不过玩家们这一等就等了10年。等到连魔王本人都放弃了。还记得当年《Last Guardian》上市时魔王兴奋的心情，但那也是后话了。游戏的故事剧情是说，男主角汪达为了让因为被当成祭品而失去灵魂的少女苏醒，偷走了村子里面的往昔之剑，并与他的爱马阿格罗一起前往禁忌的往昔大地。被封印在大地神殿的神奇多明告诉汪达，如果要完成他给予的条件，才能让女主角的灵魂回归，而这条件就是汪达必须要打倒往昔大地的16只巨像。为了拯救少女的汪达奋不顾身的逐一击败了所有的巨像之后，却渐渐的发现了往昔大地中不可告人的真相。本款游戏上市的时候，魔王正处于人生、家庭、事业的转换期跟发展期，在极度高压的生活状态里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心思玩游戏的。但是因为当年 ICO 独特的世界观跟玩法，让魔王一直对于这个制作小组留下了心。后来看到宣传片里面，整个游戏的关卡只有一个敌人，而且每一关唯一的敌人就是体型大于主角数十倍的巨像。我认为这个创意跟概念让我忍不住在当天下班就把游戏拿回家了。从此之后就经营在往昔大地里面的世界玩之吧。游戏里面16个巨像的造型都独具特色，在探寻各座巨像实际的过程，伴随着优美的风景跟地形、光影的处理跟摄像镜头的景深转换，它不仅建构了游戏的世界，也让玩家得以一窥制作人上田文人独有的艺术美感。汪达与巨像的 PS4 版本里面追加了新的药物迷之发光物，
在世界地图上一共隐藏了79个迷之发光物，但只有主角离迷之发光物够近的时候，才会播放类似于金属琴声的效果音。除此之外，除非主角移动到一定的范围之内，否则画面上是不会显现迷之发光物所散发出的闪烁光芒的。但是，迷之发光物的收集上限是多少呢？无从得知，而当时的 Sony 也保持了沉默。难道是制作小组的彩蛋吗？以及收集齐之后到底会带来什么效果呢？尤其是最后一点，想想都让许多汪达与巨像的玩家们寝食难安。当时的海外玩家 PS4 Trophies 在短时间内就调查完了所有的发光物的79个位置，但最初收集齐时的时候，游戏其实没有发生任何反应。后来他在思考79的含义的时候，他发现了79是一个基数，而当时10进位数字的79对应的就是16进位的 4F， 而汪达与巨像的大地图的横轴是一个数字，纵轴表现是字母，而 4F 的位置刚好就位于一开始的古代神殿的位置。如果玩家在古代神殿的周围搜寻，你会发现一面带有光粒的墙壁，透过在这个墙面前祈祷，于是这带有光粒子的墙壁都会打开，你可以在里面的密室获得了传说中的神秘道具多尔明之剑。多尔明之剑本身具有增加攻击力但会降低体力恢复的效果，而当年是否拿到多尔明之剑其实并不会影响玩家的白金奖杯成就，但如果要逐一将79个发光物都拿到，并拿到传说中的多尔明之剑，也不是每一个汪达的玩家都有耐心而且能够达成的。如果你不够变态，还他妈真做不到。对啦，依照魔王的变态指数，这把多尔明之剑，魔王当然也是收集完备的。另外，在游戏地图中 B5 区域的海滩，我们在这边可以找到西瓜。那这个西瓜跟上一部作品 ICO 的结局是有关的，所以两款作品都属于 ICO 小组特地留下来的彩蛋。好了，我们从大地图的 B5 地方，如果要往那个海滩的最边缘走的话，直接走到最边边，然后我们看到尽头的地方，这边就可以找到西瓜啦。我们看到右手边呢，这就看到西瓜了。那这个西瓜就是在 ICO 迷雾古城里面，最后男主角跟女主角，然后他们就是男主角就拿这个西瓜给女主角吃哈，所以这边就算是制作小组给了彩蛋。那也证明了说，这个游戏其实是跟 ICO 迷雾古城它是同一个世界观的。另外，在15区块的山洞里面，我们可以找到跟 Last Guardian 相关的木桶，而这一款木桶也是同属于 ICO 小组开发的作品，这也是开发小组所留下来的特殊彩蛋。这个木桶要找的位置比较难找，我们就跑到森林里面，刚那个高塔的遗迹里面，然后顺着魔王的那个跑的路径这样一直走，然后就看到在这个路径的尽头，左手边的地上会有一个小小的洞穴，就从这个洞穴走进去，我们就直接可以找到 Last Guardian 里面的这一个木桶了。这个木桶其实也是制作小组特别留下来的彩蛋哈。那当初这款游戏出的时候 ，PS4 的汪达出的时候 ，Last Guardian 还没有上市，这等于就是先帮这个游戏先打了一个广告的意思就对啦。最后，汪达里面传说中目前难解的要素，就是在 A4 区域里面山洞入口旁的岩堆上，我们可以找到像谜一般的山羊壁画。但目前还没有任何玩家与任何人能够解释制作小组对于这一块壁画的相关用意。好了，我们现在爬到这个岩堆的最上面哈，我们看继续往上爬，对，就在我们正前方这个岩堆，只要照着魔王的路径这样一直往上跳哈，跳到之后就可以看到哈，这个岩堆上会有一个很奇怪的山羊壁画，就很小哦。我等一下来转镜头给各位看一下，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壁画。那目前为止，制作小组还有世界上的许多玩家还不能够解释说这个壁画到底是有什么含义。那这就是汪达与巨像隐藏了几个游戏要素，就是这样啦。不论是 ICO 或是汪达，游戏中都是主角为了守护女主角而奋战的基本故事调性。对于魔王中老派的老屁股来讲，
每一个人本来在这个世界上都有着自己内心想要守护的事物，这是很具有内在投射的游戏动力的。但是制作人上田文人在每一个故事剧评里面，最后都加入了日本这个民族所深藏在骨子里面的悲伤以及惆怅。每一次玩他的作品，最后都有一种生命中某个部分被掏空的感觉，一直感觉到会很惆怅的。那种感觉大概就跟失恋或是失去了亲人很像吧。魔王还记得当年汪达的宣传文案是最后的一集是痛苦的。一开始呢，魔王不懂，一直玩到游戏最后的最后才了解了这一句文案所赋予的深意。还记得当年玩 PS2 版本第2周目的大结局之时候，魔王为了不让汪达掉到水池里面，魔王的老还颠连射魂大爆发，连续按了快1个小时的按钮都不让汪达掉进水池里，最后是因为把摇杆的按钮都按坏了才放弃的。相信当年汪达的玩家们都应该能够体会魔王这一种内心的感受吧。汪达与巨像是一款非常值得推荐的游戏，如果你是一个喜欢玩老游戏的老变态，那么魔王在此向你推荐这款非常虐心的变态巨作。好啦，那就为各位介绍这一款游戏到这一边，以后再有机会再帮大家介绍一下这些变态而且又经典的老游戏。我是魔王，一个外表跟内心一样变态的中年阿伯。我们下次见。